今天来到了长春，住在了火车站附近的酒店，条件非常不错，价格只有100出头。酒店的窗户就可以看到长春火车站。今天的天气非常好，准备出去转一转。长春也有几个5A 景区，首先选择了去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坐地铁可以直达。作为5A 景区，净月潭的门票是30块钱，而且包含了景区交通车票。这个门票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不过冬天的净月潭可玩的地方并不多，现在坐景区的交通车直接去雪世界。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里的森林是人工林，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公园了，里面的植被非常丰富，面积也非常大。而净月潭的水面的面积也不小，因为水面的形状像弯月，所以叫净月潭，和台湾的日月潭也称为姊妹潭。冬天的景区交通车只开通了几站，我们直接到最后一站雪世界。看看这里的森林还是不错的。以前虽然来过长春，但是基本上没有玩过长春的景点，所以净月潭也是第一次来。这里还有个滑雪场。选择来净月潭也是因为这里是个5A 景区，也想看看到底什么样。冬天这些树林都是光秃秃的，不过树木都比较高大。景区的交通车到了终点雪世界。今天几乎没有游客，在这里转一转。这些大家伙好像是造雪的机器。眼前就是一座非常洁白的人造雪山吧。不知道这个雪是不是旁边的造雪机器喷出来的。真的是又白又细。蓝天白云映衬着这座洁白的雪山，画面还是很美的。这个雪确实很漂亮。如果单纯在这里拍照都应该是非常美的。单纯是雪世界这边的景色就已经值回门票价格了。前面有几辆车再去净月潭的冰，可能也是拉走做冰雕用吧。
这些冰晶莹剔透，颜色也非常漂亮。冰封的湖面覆盖了一层白雪。净月潭应该最美的季节是在夏天吧，不过冬天也别有一番风味。到森林栈道走一走，高达几十米的树林，非常笔直。树林中也有一些雪雕作品，大白熊，有好几组比较有特色的冰砖冰墙，里面包裹着玉米、柿子、小花儿。走到了瓦萨博物馆这一个停留点，这边也雕刻着好多漂亮的冰人儿。这个就是瓦萨博物馆。瓦萨应该是世界越野滑雪的一种叫法吧，起源于瑞典。这边也有一个滑雪场，雪场四周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雪雕，过去看一看。这里也有不少以冬奥为主题的雪雕。这边的雪雕雕刻的还是非常精美的，这个看上去好像是冬奥会的吉祥物。这边有一座非常漂亮的雪雕，是个宫殿。这座白色的宫殿雕刻得非常漂亮。这几头鹿和小木屋也非常美。这么棒的一个雪场，竟然没有人在这滑雪。走在前面的是同伴儿，看看这几匹狼，雕刻得栩栩如生。马上就是虎年了，雕刻了一个老虎。
这就是冬日里的净月潭。虽然没有特别惊艳的景色，不过到这里安安静静的走一走，呼吸呼吸空气，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说今年冬季的长春，什么地方最值得去，一定是冰雪新天地。据说今年长春的冰雪新天地规模比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还要大。于是游览完净月潭，我们准备前往冰雪新天地。请跟着北京老刘的镜头去欣赏一下长春的冰雪新天地，也比较一下这两个地方的冰雪世界哪个更漂亮。这里是长春的冰雪新天地。这里的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是世界级的冰雪乐园。因为上一周刚刚去过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所以这两个地方有比较清晰的对比。两个地方的门票都是180元。从今年的展出面积来看，长春的冰雪新天地似乎更大一些。从晚上的夜景来看，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似乎更晶莹剔透一些，而这里更加五彩斑斓一些。上周参观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只是晚上去看了夜景，而今天下午就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冰雪新天地白天的景色，又看到了晚上璀璨的灯光。所以今天的视频时间比较长，希望能看完支持一下。在长春去看冰雪新天地，在地铁口有景区的直通车，不过我们选择了打车。因为今天不是周末，所以游客明显少了很多。现在来到了冰雪新天地的大门口，这里有一个高高的立碑，远处是冰雪长城的雕塑。据说今年的冰雪新天地耗资仍然非常巨大，超过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售票大厅里几乎没有游客。进到景区，首先有一个中国梦的雪雕，这是一面长达1000多米的雪雕墙，确实很有气势。白天这些冰雕都呈现的是蓝色的，感觉来到了天宫一样。看眼前的这座宫殿，和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一样，长春的冰雪新天地也有好几组宫殿，不过中式的宫殿比较多，所以更像是进入了中国的神话世界。这个大的冰雕建筑叫复兴楼，
高大的宫殿确实非常壮观。前面来到的这片区域叫印象江南，应该是仿造的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还有小桥流水造型，确实雕刻的非常美。远处还是蓝天白云。一般来冰雪新天地的也是晚上来的人居多，不过白天来也是另一种景色。这个景点有好几座塔，仿佛进入了真的塔林。显然，长春的这些冰雕建筑更具有一些中国化的味道。现在走到了以冬奥为主题的一组建筑，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高塔，这个塔高将近有50米了。旁边还有一个火炬塔，这都是有冬奥特色的冰雕建筑。这里有一处冰瀑，这一处冰瀑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美。这样的景色放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会有很多人来拍照。园区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表演场地，晚上这里会有表演。现在演员正在排练练习。舞台的后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这里也是大滑梯的起点。这个大滑梯长500多米，比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还要长100米。手伸出来，手腕同伴准备先滑下去。滑，这个才对。这个滑梯长度确实很长，尤其是最后一个坡道还挺陡的。我也试着滑了下来。晚上才是冰雪新天地的黄金时间
4点半，这里的灯就逐渐的亮起来了。看看，晚上真的是五彩斑斓的色彩。晚上这里的温度也大概零下20多度，在户外长时间的停留确实有点冷。不过这里也有不少的餐饮娱乐设施，觉得冷了也可以进去休息一下，喝点东西。现在还不到晚上5点钟，是拍照最好的光线时间。据说每周六这里还有烟花表演，平时没有烟花表演，但是晚上5点有歌舞表演。这里的夜景颜色更加艳丽一些，因为冰雕的造型也比较多样，所以更加的五彩缤纷。今天的游客确实太少了，真的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耗资如此巨大的一个冰雪新天地，这么少的游客真的太可惜了。这里的门票也是180元。虽然这里和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是同样特色的景点，还是买票参观了。毕竟这也是世界级的冰雪盛会。看看这40-50米的高塔，那么让我们今天所有朋友在长春冰雪新地找到一番不一样的海帆的感觉。5点，这里的演出开始了。大滑梯这里的童话城堡也亮灯了，感觉这里亮灯比白天更漂亮一些。再好好的欣赏一下这里的夜景，这是冬奥主题的高塔。这里有12生肖，一道亮光曾划过，留住青春片刻。打上了五彩灯光的冰瀑，离岸早些花落，美句香为什么？五彩的迷宫世界。我灿烂的飞过，我孤独的跌落，都有你，像一片爱让我听。前面这组建筑是婚礼教堂，曾经彷徨疑惑，不想变成粉末，也曾经莫名执着，不顾生活结果。我想要成为你，却怕失去自己，你懂得。这片区域还有一个航空母舰，是由我自己雕刻，还有不少的游乐设施。因为我来过，泪笑都是我的，别害怕坠落，会的天总会清澈。还有个恐龙世界，用微笑面对蹉跎，看我光明和泪落，仰望着
曾与我爱过，在角落天空海阔，不害怕折磨，因为热爱才值得。风雨过后的洒脱，又回到了这个江南特色的区域。一直等你我穿越过生命之河。和白天的感觉又是完全的不同。又回到了这个复兴楼。没我来过，每一笑都是活着。别害怕坠落，回到天总会清澈。用微笑面对蹉跎，看我光阴看前面这个超过1000米的用雪堆砌的墙，夜空最亮的星光，所以我爱过，在角落天空海阔。这是入口处的冰雪长城，在这里一共游览了4个小时，确实是世界级的冰雪乐园。最后看看用无人机飞的冰雪新天地的夜景。洒脱，如初一直的你我，穿越过生命之河。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从外面看好像很普通。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是5A 景区，门票70，比北京的故宫还要贵很多。里面有几个主要建筑，现在看到的是同德殿，也是整个伪满皇宫里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现在进入同德殿，同德楼还是体现了皇家宫殿风范，还有是一个中日合璧风格的建筑。溥仪1932年就来了长春，本来住在同德楼的旁边一个建筑，但日本人觉得比较寒酸，1938年就给他建了这个同德楼这个皇宫。但溥仪内心也并不信任日本人，所以一直没怎么在这里住。这次参观还特意花了120块钱请了个导游讲解，不过导游的声音实在是太小了，视频里根本就听不见。我们先来看看同德楼里的一些房间。这个是溥仪的客厅。溥仪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一生有着传奇的色彩。他一共3次登基，一生娶过5个老婆。不过所有的一切下场都很悲惨。他的故事更多的人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末代皇帝》来了解的，而实际上民间有更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基本上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这是溥仪的卧室，不过没怎么住过。溥仪包括婉容基本都是住在旁边的另一个楼里。这个楼里面住的比较多的是溥仪的第4个老婆李玉琴来住的。本来这里是皇后婉容的卧室，不过婉容也没有住。
婉容曾被溥仪打入冷宫，也是住在另一个楼里。这个是李玉群的客厅，本来都是皇后用的地方，似乎享受了皇后的生活，但是在宫里也是非常的凄惨。这个是溥仪打台球的地方，台球厅。楼道也挺漂亮的。这个是溥仪的钢琴室，溥仪也曾学过钢琴，会弹几首。这个房间叫中国间，里面都是中式家具，也是溥仪招待他一些皇族子弟经常待的地方。还有一些小客厅之类的。这个是溥仪看电影的电影厅。还有一块小屏幕。这就是同德殿的大厅。不过总体来说，溥仪并不喜欢这个同德殿，也基本没有住过这里的卧室。他怕日本人安装了窃听装置，所以在这里都非常谨慎。现在来到的是博物院里的另一个主要的建筑鸡西楼，这里才是溥仪和婉容主要待的地方，主要是溥仪和婉容的居住生活区。溥仪基本上在这里面待的时间最多，从1932年溥仪来到长春就基本住在这里。这个就是溥仪的卧室，里面的东西都保存得比较完好。这个是溥仪的卫生间，溥仪每天在这里待很长时间，所以里面有不少的办公设备，经常蹲在这里就办公，看报纸。这是溥仪的书房书宅。这是溥仪的理发室，他的专职理发师还是个日本人。这是溥仪的佛堂，溥仪的中药房，因为溥仪身体不好，喜欢吃各种各样的珍贵药材。这个是皇后婉容的卧室。溥仪一共结过4次婚，有过5个老婆，但每个老婆都过得不幸福，甚至没有夫妻生活。皇后婉容从得宠到失宠，被打入冷宫，染上鸦片烟瘾，最后死得很惨。这就是婉容的吸烟室。溥仪的第2个女人是皇妃文秀，也是因为争取自由闹离婚，当时也算是一段丑闻。文秀是没有来这里住过的，离婚后过着自立的平民生活。这是溥仪的第3个女人谭玉玲的卧室。不过谭玉玲这个女子也是红颜薄命，最后的死因也一直是个谜。溥仪的第4个女人是李玉琴。李玉琴是伪满后期入宫的，与溥仪有过短暂的伪满生活，但一直也很不幸。两人后来也是离婚。离婚后，李玉琴成为了长春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后来又结婚，过上了幸福生活。溥仪的最后一个女人是大家熟识的李淑贤，她陪伴着成为公民后的溥仪走完了一生，其实也很悲惨。这个是勤民楼，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地方。这个是西便殿。这边就是勤民殿，也是溥仪第3次登基仪式的地方。1934年3月1号，溥仪就是在这里举行了一生中的第3次的登基大典。看这个勤民楼，四周的建筑围着一棵树，有人把它解释为困字。这个房间叫赐宴厅，这个相当于宴会厅了。
旁边还有一个怀远楼，这里面有一辆溥仪用过的豪车，据说这辆车现在都能开。这辆车应该有100年历史了，是美国的派克牌轿车。这里面还有个展览叫蓝徽幻影，这个蓝徽就是溥仪家族的皇室徽章，这里面展出了有100多个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都多少带有着兰花与文章，都非常的精美。伪满皇宫博物院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叫从皇帝到公民展览，这就是爱新觉罗溥仪3岁登基。溥仪是1906年生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也称宣统帝。第一次登基在位是1908年到1912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2年的2月12号被迫退位。1917年张勋复辟，又拥戴了已经退位的清末皇帝溥仪，复辟了几天又退位了，所以溥仪的第2次复辟上位只上演了12天。之后溥仪曾在天津居住过几年，这都是溥仪和婉容在天津居住时拍的照片。看看婉容和溥仪，溥仪还是非常喜欢照相的。其实在天津的时候，溥仪也一心想着复辟，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展览。9·18事变之后，在日本人的控制下，溥仪开始做起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是在1932年开始前往东北的，1934年开始登基，第3次登基。我们现在称这段历史为伪满洲国，这个博物馆也叫伪满皇宫博物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我们是不承认的。溥仪在1934年到1945年当了12年的康德皇帝，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只是个傀儡，基本上是被日本人控制的。他自己也不喜欢日本人，也处处提防日本人。他还在长春会见过汪伪政权的汪精卫。1945年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也灭亡了。溥仪在8月份从沈阳准备逃往苏联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了苏联，在苏联过了5年的囚居生活。1950年8月被押解回国，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学习和改造。在改造期间，溥仪非常的认真，学习各种生活技能，补衣服。到1959年获得了特赦，后来还成为了全国的政协委员。里面有非常多珍贵的图文展览。溥仪的一生4次结婚，娶过5个女人，最后一次婚姻是在1962年成为普通公民后和李淑贤结婚。溥仪著有自传《我的前半生》，关于他的所有历史还有很多其他的著作，因为其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电影《末代皇帝》，曾经荣获过1987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众多奖项。这是和他的最后一个老婆李淑贤的合影。溥仪是在1967年的10月17号因为尿毒症在北京逝世的，终年61岁。
关于溥仪一生的历史，可以说是图文记录最详实的一任皇帝。差不多2个小时，把整个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参观完了。做这一期视频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解说起来特别的困难。不过这确实是一段应该让人记住的历史。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下次来长春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伪满皇宫博物院。也希望大家对这段历史，对溥仪有什么评价，可以在留言区里留言。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原本今天要离开哈尔滨去长春，但进火车站的时候才知道，离开哈尔滨也需要48小时的核酸。于是重新做了核酸，只好在哈尔滨多停留大半天，等核酸的结果。我现在走在哈尔滨的道外南2道街，这边是一条著名的街道，都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这边走一走，吃个饭。这条街道就叫中华巴洛克风情街。街道两旁很多都是100年的建筑，很有电影的复古感觉。因为下午有点时间，正好去网友推荐的兆麟公园。兆麟公园每一年都举办冰雕展，今年这里举办的是兆麟公园第48届的冰灯艺术游园会，另外还有以冬奥之光为主题的第3届冰雕名人作品展。虽然飘着小雪，还是去兆麟公园来看一看。兆麟公园的冰灯展是免费的。进入公园，首先看到的冰雕都是大学生的作品。相比较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里的冰雕雪雕，这里的冰雕作品体积不大，但是非常精美。这些冰雕晚上也有彩灯亮起来，看看每一个冰雕作品非常精美细致。公园的中央是全国性的获奖作品展，一起欣赏一下。大秦勇士、兵马俑、佳作奖、灵雨思乡、祈福冬奥，这个女神，这太难雕了。竹月，这是嫦娥吗？每一件的冰雕作品都非常的精美，而且今天白天的游客非常少。点了个盆儿，国粹奥运，这是个京剧，这是花旦，真棒你雕的，这是个花旦的脸谱。看看这背面，哇，这中空雕进去的，这太难了。哇，真是够能力的。这是冰上芭蕾，这是铜奖，三铜冬奥，北京2002。一边下着雪，一边出太阳。妙笔生，狰鸣，应该是金鸡。白葛蒸馏，车衣翻浪。相比于冰雪大世界的那些城堡雕塑，
这些冰雕作品都应该是专业的冰雕师来雕刻的，所以从冰雕的艺术价值来说，这个更高一些。整个公园有超过100个这样的冰雕作品。想一想，这么精美的作品，到春天的时候都自然的融化掉了。自然之歌，大自然美丽。公园的一角，正有不少的冰雕师在这里参加比赛。北京往年前来艺术公园，你看这些工人都在施工。我们过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制作这些冰雕的。和冰雪大世界的那些城堡不同，这些冰雕都是由专业的冰雕师来制作的。他们都应该有非常丰富的冰雕技术。哎，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些冰是从松花江运过来的吗？基本上他们都直接从一个大冰块直接用电锯来制作。在零下20-30度的低温里，在这里制作冰雕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也许一不小心就做坏了。这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冰雕名人。不过感觉做一个冰雕的时间比想象的要快一些。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些冰雕师技术非常娴熟。这个小孩在玩滑雪，还是单板，小孩戴个帽子。那1岁的小孩就可以滑这个单板了。看这些冰雕师制作冰雕作品还是挺有意思的。每年兆麟公园都会办冰雕展览，这里的展览也是全国闻名了，所以冬天来哈尔滨旅游也可以来兆麟公园玩一玩。毕竟这里是免费的，而且冰雕作品非常的精美，白天晚上都可以来。这片区域有个冰雕展，家风家训。关键是孔子啊。梦，葛亮。这里雕刻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整个公园就是一个冰雕的世界。前面是民族英雄李兆麟的雕像。这个公园就是由李兆麟的名称来命名的兆麟公园，非常著名的抗日英雄。公园里也有不少的雪雕。
这么有特色的一座冰雕公园，真的是值得来看一看。其实在哈尔滨有不少这样的免费欣赏的冰雕、雪雕作品和公园，尤其是今年有个地方据说造了一个18米高的大雪人，有几个网友也建议我去看一看。大雪人就在音乐公园附近，打出租车让司机带到了这里，路边远远的就看到了这个大雪人。雪人高18.5米，来看看这个超大的雪人。据说这里晚上更漂亮。围着雪人转一圈，这么大的雪人也算是世界之最了吧？另外，冬天来哈尔滨还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玩一玩，比如太阳岛，还有伏尔加庄园。这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网友向我建议，但时间关系，这次很遗憾不能过去了。下一站前往长春，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东北冬之旅。